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科目是这颗编号39104，从香港接来的280 G Card 的6缸分油盘的故障测试。我们来进行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我们来看看这颗分油盘现在出油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好，我们看到有一缸没有出油。来，我们再看一下。好，加油！我们看到有一缸出油比较少，就这一缸这缸出油比较少。因为大哥发现这一缸如果以大哥的测试数据来讲，算是第5缸第5缸它很明显出油比较少。那大哥现在已经把这个油管接上去了，我们来进行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看看它到底出油量到底什么样的情形。OK， 大哥打开电源，好，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1分钟的全油门应该是出油量应该在170ml左右。很明显的，我大哥都没看到它有大量喷油的这个现象。很明显，这个分油盘是堵塞相当严重的。无论如何，我们来看看它到底现在1分钟的全油门出油量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几乎没有出油。不过无论如何，我们来看看它到底堵塞情况是怎么样。这个分油盘以大哥来判断，应该是很久没有使用里面都已经被那个油泥干掉堵塞，才会造成这么样的严重。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35，第二缸95，第三缸45，第5缸50，第6缸第5缸几乎没出油。第6缸30，标准的出油量应该1分钟应该是170ml。很明显，这颗分油盘是严重堵塞。无论如何，大哥把它拆开整修看看是不是有救。因为如果堵塞太严重的话，那可能整个油道甚至也有可能是某片破损。无论如何，等大哥整修之后再说。这颗从香港来的280 G 的6缸分油盘大哥已经完修了。这个分油盘的编号是39104。我们看到它在整修之前，它出油状况几乎是完全堵塞。标准的出油量应该在170，结果它几乎是没有出油。
那这个状况，应该是这个分油盘啊，它已经很久没有使用，那已经里面都已经干裂，那造成呢膜片也破损了。那膜片我们来看到，它膜片也破了至少有4个洞，那小裂的我们就不提了。那因为这个分油盘不能够干放如果有用过汽油的话，就不能够再干放。那最好是有那个机油有汽油的滋润。那它这个分油盘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最主要就是因为它有使用过之后呢，那很久就没有再使用，那也没有汽油的浸润，所以它的膜片都已经干裂了那造成整个出油量，而且里面又是堵塞，都是干掉的那个油块，所以说造成它的出油完全几乎都堵塞了。像这种分油盘，大哥就很头痛，因为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做清理，因为它都已经凝结就好像碳垢这样子，就已经积在里头。那很多小油道要清就很困难。那无论如何，大哥把这颗分油盘救回来了因为机卡也是比较少有的车种车价也比较高大家也喜欢。所以无论如何，我们把这颗分油盘救回来了。那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看看大哥整修过之后呢，这个分油盘是不是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出油量就很量很大，而且声音也很大声。那标准的出油量应该在1分钟在170ml左右。我们来看看这个分油盘被大哥整修过之后，终于把它救回来了。那我们来看看它的出油量1分钟是不是能够达到厂方要求的，大概在170ml左右。听到这么大的流量大哥就心情就很愉快，因为无论如何又救了一颗分油盘，等于说把一部车子又救回来了。好，时间快到了。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65，第二缸165，第三缸175，第四缸175，第五缸175，第六缸170。厂方要求的是15%的误差，那我们这样看下来，它的误差应该在3%左右终于把这颗分油盘救回来了，那也等于说救了一部车子，心情就相当愉快。这部从香港来的280G 卡分油盘编号39104所附过来的加热阀，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加热阀的主要功能是在提供冷车加浓的功能。我们来看看整修完成之后呢，在还没有加热，也就引擎还没有发动的时候呢，它的压力整修完成之后呢，是大概在2.2公斤左右。如果说引擎发动那这个地方有加热以后呢，大概在2分钟左右，它这个压力就会上升到大概在3.6、3.5公斤左右。借由这个压力差来产生冷车的供油加浓帮助启动的功能。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大哥把它加热以后呢，它的压力到底变化是不是回到3.4、3.5kg/cm 平方左右完成冷车加浓的动作。这个
从39104这颗喷油盘香港来的280G1所附过来的这个加热阀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那我们看到在充分加热之后呢，它的压力大概在3.8左右这个是很标准的数值。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编号39104，从香港来的280G 卡 G1 280G1 的 G 卡这颗喷油盘完修后之后，我们来做第2阶段的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我们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是在了解这颗喷油盘它在怠速的时候，它的出油量是不是平均，是不是稳定，因为这个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这个阶段的测试，我们希望它的误差值是越小越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编号39104，从香港来的280G1 G 卡的6缸喷油盘完修后的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是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出油量是越平均越好，然后也越稳定越好。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1缸215，第2缸210，第3缸210，第4缸210，第5缸195，第6缸195。那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测试下来的数据相当漂亮，误差在3%以内所以这个喷油盘也就是让这部车能够在应该再使用个20年，因为它是被供油系统是被我们的油箱污染了。那我们油箱经过40年以后了它就跟我们楼上的水塔一样，里面充满了脏的东西，铁锈可能是最多的加油站的沙子还有油泥使得我们的供油系统堵塞引擎应该不是问题，因为引擎如果说不缺油不缺水，跑个50万公里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呢，油路因为堵塞，这是我们整修过之后呢，应该在20年以内不应该再堵塞吧？大哥建议这个老车，尤其30年以上的老车，那我们汽油泵旁边那个滤芯一定要跟机油滤芯一起同时更换。那有空跑高速公路，那如果不常开不常用的话，至少1个礼拜也一定要发动一次足足发动10分钟，让它热车，让整个油路跟整个引擎能够运转，就好像我们银发族能够血液循环让它永远保持健康。大哥今天的报告就到此结束，拜拜喽。